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医生，我爸好好的，怎么就会突然跌倒了呢？刘大叔今年58岁了，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，他就比较在意自己的血糖。虽然说刘大叔比较重视糖尿病，但是他的血糖控制的并不理想。刘大叔也知道糖尿病患者需要控制饮食，但是他总是控制不住的想吃零食。前一段时间，刘大叔总是感觉到头晕，由于头晕不严重，所以刘大叔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。今天晚上，刘大叔像往常一样睡觉，在半夜的时候，刘大叔被一泡尿憋醒了，所以他就去厕所了。在去厕所的时候，刘大叔突然感觉到两腿都没有力气，顿时跌倒在地。这个时候，刘大叔已经知道自己身体出现问题了，于是他就叫醒了家人。家里人看刘大叔跌倒在地，就赶紧的拨打120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刘大叔的儿子就赶紧的问了医生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。医生看到刘大叔家人比较紧张，就说道：目前我也不知道刘大叔跌倒的原因，具体的需要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再结合检查判断。随后医生就给刘大叔开了头颅 MRI，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提示脑梗死。刘大叔家里人知道情况后，心里的疑惑也就解除了。这些年脑梗死的发病率确实是有增加的趋势，但是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脑梗死。为了让大家对脑梗死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，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知识。一、什么是脑梗死？脑梗死顾名思义就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脑部血管堵塞，进而引起了供血区域的缺血坏死。我们的脑部要想正常的工作，就需要一定的血液供应。如果给脑部供血的血管被彻底的堵死了，那局部就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。在临床上，脑梗死可以分为脑血栓和脑栓塞，这两者的区别最主要的就是病因不同。脑血栓的主要病因就是动脉粥样硬化，而脑栓塞的病因就是心源性的，比如房颤、风湿性心脏瓣膜病。与此同时，脑栓塞的发病更快更急，它可以在几分钟内达到了高峰。脑血栓发病就慢得多，并且它多在安静状态下发病。从严重程度来看，脑栓塞的危险性是更大的，这是因为脑栓塞发病是很快的，这个时候脑部的侧支循环来不及建立，所以其坏死面积也更大。侧支循环就是另一条给脑部供血的支流，如果侧支循环来不及建立，无疑坏死的区域就会更大一些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脑梗死属于一种衰老性疾病。研究发现，年龄越大，得脑梗死的风险也就越大。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。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，脑血管就可能会发生动脉粥样硬化。动脉粥样硬化就如同我们家里的水壶里附着着的水垢，只不过这些斑块不是太结实，当遇到了血压忽高忽低、情绪激动、高脂饮食等的时候，这些斑块就可能会脱落。这些脱落的斑块就会随着血液流动而流动。当遇到狭窄的脑血管时，就可能会堵塞脑血管，进而引起支配区域的缺血坏死。脑部特定的区域负责人体的运动和感觉，所以当患上脑梗死以后，就可能会引起感觉异常、不能言语、肢体偏瘫等的症状。二、相对来说，这三类人更容易得脑梗死。一、年龄偏大的人。年龄偏大的人容易得脑梗死，主要的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脑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。脑动脉粥样硬化本身就是脑梗死的高危因素，所以年纪偏大的人就容易得脑梗死。第二，年龄偏大的人容易得房颤，房颤也跟着年龄有很大的关系，而房颤也是脑梗死的高危因素。在成年人中，
房颤的发生率在 4% 左右。进入了65岁以后，房颤的风险也会显著的增加。第三，老年人本身就是多种慢性病的高危人群。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与年龄有很大的关系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高脂血症等。这些慢性病中有很多都是脑梗死的高危因素。二，长期吸烟喝酒的人，很多的研究已经证明，长期吸烟喝酒会增加脑梗死的高危因素。其实这个也是有一定理论作为支撑的。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基础就是动脉受损，而吸烟喝酒本身就能够损伤脑动脉，这无疑会增加患脑梗死的风险。之前我在心内科待过一段时间，那里面有不少30多岁脑梗死的。在这些得脑梗死的年轻人之中，大多数都有长期吸烟喝酒的习惯。三，慢性病控制不佳的患者。就目前来说，国内患慢性病的人数是很多的，在这些慢性病之中，很多都是脑梗死的高危因素，常见的就包括了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脂血症等。然而很多人在确诊为慢性病以后，压根就不知道这些慢性病的危害，有啥明显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吃一点药物，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选择自行的停药，而这无疑就会增加了患脑梗死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如何的控制慢性病，更不懂得如何的自己管理慢性病。慢性病控制的不理想，无疑会增加脑梗死的风险。三，提醒中老年人饭后尽量少做3件事。一，晚饭后立即洗热水澡。在刚吃完晚饭后，为了更好的消化食物，就会有很多的血液跑到胃肠道。由于人体内的血液量几乎是固定的，胃肠道内的血液量增多，就会造成脑部的血液量减少。如果在吃过晚饭后的短期内立即洗热水澡，那就会造成血管扩张，这样的话，脑部的血液量就会进一步的减少，这无疑会诱发脑梗死。二，吃完饭后立即睡觉。在吃饭后立即睡觉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，而肥胖就容易引起高脂血症，它本身就会损伤血管，血管受损以后，血脂就容易沉积在受损的血管表面，随后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反应后，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。如果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脑动脉，那就会增加患脑梗死的风险。三，晚饭后吸烟。研究发现，吸烟会增加患脑梗死的风险。调查发现，吸烟者得脑梗死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 2.5 倍。如果吸烟者再合并高血压，那得脑梗死的风险会显著增加。吸烟之所以会增加脑梗死的风险，主要是因为吸烟能够增加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香烟中含有的尼古丁也能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，进而引起心率增快、血压升高。心率增快、血压升高本身就会诱发脑梗死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